良くない。ついてきすぎ発見された。哟呵，跟了我这么久，该现身了吧？あなたは椿山さんですね。梅チョコと梅骨の母は君が殺したんだろう。哟呵，现在的倭寇连装都不装了，直接开始说起倭语了。也好，省得我扇巴掌了。没错，怎么想报仇啊？私たちの佐伯の組織は上に長年保護んでいて。あなたはわずか19日で。我死不死的你说了不算，不过我有点好奇啊，你潜伏在我们大卫的身份是？分我一类。什么？我就说你怎么浑身上下一股辣眼睛的味道，这下合理了。今日は死な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。くだらないことは言わないで。多重影分身の術。我操，还能这样玩？行け！この品物を豚の頭に殴っててくれ！既然如此，那我也玩点特别的。燃尽吧！真气助燃烤倭寇，春暖花开大丰收！区区倭寇，就算再多，也只是炮灰罢了。还有什么手段，尽管使出来吧！今日は私自身が養殖を捧げて、導入をもって私に力を与えて、八門の文化を開けてください。パワーを感じました。大が強すぎる。这女忍者看来是不要命了，这可是血蒸气啊！好，我认可你了。和我交过手的倭寇中，我愿称你为最强。来吧 ，Come baby！ 有意思，从天而降的脚法。来吧，看看你能不能破了我的防御。哟，你这也不行啊，腿都干折了。我输了，我承认。大卫有你这样的强者，我们倭寇必败无疑。不过你也别高兴太早，我们还有大人物潜伏在你们高层。都快死了还这么嚣张，擦！八个！はい、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。我操，我都要死了，你还来这招！私はまだ死にたくない。私はこのような条件反射が嫌いです。やめて。哎呀，又干死一个倭寇嘛，来一个死一个，多多益善。不过现在我又得去天牢送饭了。我见过无数天才妖孽，却看不透眼前这狱卒。看来此人不是得了奇遇，就是藏了实力。怎么？今日有心思跟老夫说话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好奇前辈。老夫不过是个走了歪路的可怜人罢了。人各有命，入了天牢，很多人都是身不由己。前辈慢用。这小子绝对不简单，还是再等等吧。现在好像依旧不是时候。
这事的实力深不可测，还是再等等吧。朕与天书结算中，镇守天牢1日，获得功力1年。今日参与关押甲字号囚犯沈继玄，获得功力1年。哼，羊毛不少，看来甲字号得多跑跑。好快，跑路的本事得练好。宿主陈然，累计功力220年，化血大法圆满，红莲业火经圆满，天丝傀儡术圆满，踏雪无痕小成。满街铜皮天王感知，这京城我够横着走了。大人，上面来人了，好像官衔还不小，叫您过去呢。来人了，我去瞧瞧。你就是陈然？卑职陈然，见过大人。奉镇魔司调令，天王御司陈然恪尽职守，特擢升6品御监。19岁，7品后期，天赋不错。这瓶凝元丹当额外奖励。多谢大人。不谢不谢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想试探我？这样看来，此人的修为好像没有什么问题。陈大人高升，今晚春风楼摆一桌啊！好说，今晚我请，不醉不归。陈老弟，自求多福吧。陈兄啊，那空降长官是林家2少爷林胜，此番调来天牢，多半是冲着某人来的。林家2少爷嘛，爱谁谁吧，老子不怕。你牛！那就不打扰陈兄了，咱们晚上见。武斗大会前，我得把踏雪无痕修到圆满，稳扎稳打。请问您是？哎呀，早就听闻陈大人威名，我是刚刚调过来的御司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以后还请您多多帮忙。此人一脸奸相，个子如此矮缩，再加上这罗圈腿外八字，难道这又是个倭寇？好说好说。陈兄，赶紧的啊，人都到了，赶紧招呼大家开席。好嘞，今日大家不必当是为我祝贺，就当是咱们同僚许久未聚，今天接着这个由头，大家好好喝一顿。今天咱们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这群大魏人还真是不会享受，怎么喝酒吃肉都不知道叫几个花姑娘？不行，我今晚说啥都得找2个。你们说，老子的家乡怎么就只有那么大点儿啊？还是这里好，地大物博的。弹丸之地，你还真是有自知之明啊！知道你们迟早会玩完。你是何人？
我当然是你爸爸了。这速度也太快了！嗨！しまった，バレた！怎么说上倭寇话了？呸！真他娘的晦气！看看，这就是我们对你们倭寇的态度。バカ！梅川のズボンがどうして急に連絡を失ったのかと言ったら、君がやったのか！是我又如何？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今天你算是栽了。痛みを感じよう、痛みを考えよう、痛みを受けよう、痛みを理解しよう。今から世界に痛みを感じさせよう。終点点じゃ！倭寇就是倭寇，大招也是华而不实。来吧，我也吟诗一首：狱卒路遇倭寇现，磨损腰间万斧刀。嘿，不交代花明寺之前，你还不能死。先饿你3天，瞅瞅你胖的，等我忙完了再来大刑伺候。哎呀呀，天下武斗大会明天可就开始了，老子可得好好观察观察，说不定还有漏网之鱼呢。天下武斗大会，朝廷想把高手聚来当免费打手。圣女是否暂避锋芒？必让暗影堂分批潜入京城。那位号称山君的通缉犯，查无生平，招式却是我教功法，如今不知去落。查不到就算了。若再遇见你，我定让你见识这份新实力。打起精神。是。菩提禅院的武僧。天将门程武川，好大的力气！正好观摩一下朝廷年轻一辈有多强。天下武斗大会正式开始，入围前10者入朝为官，拔得头筹者或御赐宝物1件。好戏开场了。太弱了，连看一眼都懒得。林小姐，好久不见。那是陆家嫡系公子。两家联姻，强联合。林小姐是聪明人。我早说过，我对你没兴趣，我已经有心上人了。
放眼京城，还有谁配得上你？找借口也找个像样的。就是他。此人只有7品的气息，装什么啊装？林小姐，还是莫要开玩笑了。我们2人已在一起1月，朝夕相处。陆公子，请退吧。中台面生能被林小姐看上，想必深藏不露。要不上台让陆某开开眼？公务在身，负责外围。陆公子想看戏，台上多的是。你要干什么？若有下次，我定要你吃苦头。这算什么啊，林大人，你给我拉了个大仇恨。陈副队，我家主人有请，跟我走一趟。你家主人是谁？去了，自然就知道。带路吧。真有钱。陈副队，久等了。喝西北风，待客之道够差的。我不拐弯抹角，离开林婉，条件随便你开。陆公子，林大人是能买卖的物件，我凭什么听你的？1万两，凭我是陆家的人，你一个底层武者，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？陆公子误会了，我这人对钱没兴趣。嫌少，2万两，再加一本直通5品的功法，够了吧？听不懂人话，我不感兴趣，回去睡觉。3万两，最后底线，再不知好歹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的钱我不稀罕，至于林婉，她不是你能染指的。今日之事家里人都不知道，你别想活着走出去。如果我拒绝，你们想做甚？动手，替老李报仇！太弱了，就这点强度。有问题，他根本不是七品，这人太恐怖了，得赶紧跑，不然必死无疑。你说要让我走不出这里？休伤少爷！傅伯，杀了他！区底层狱卒也敢嚣张！宁巧境巅峰的护卫，在你们家族眼中地位不高啊。年轻人，
得饶人处且饶人。你若罢手，陆家必有补偿。晚了。我操！福伯被秒了。你也不是很强啊，尝尝被吸成人干的滋味。现在还有人能救你吗？我错了，银子、功法、10万两白银，放过我！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去死吧！我这是不是有点太招摇了？还是先毁尸灭迹比较稳妥。一群跳梁小姐，我重返京城，为的是前朝皇室留下的秘藏，里面藏着神功秘籍与精良兵器，而开启的钥匙必须是历代皇室血脉亲至。圣女，精锐以及潜伏到位。暗桩激活，何时动手？等武斗会决赛那日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擂台，京城防卫必然空虚。圣女英明，老朽这就安排。用不了几日，又会再见了。三方的独苗出大事了！豫州去了哪里？福伯呢？家主饶命！少爷行踪不定，父爷也不见踪影了。是，前几日武斗会开幕，豫州堂弟说去凑热闹，后来就再没见过他。查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我倒要看看，是谁敢动我陆家的人。小姐，您一天没吃东西了，出来吃点吧。小姐，您脸怎么这么红？好烫，发烧了？我没事，没发烧。小姐，这人他怎么敢的？小姐，您该不会是喜欢上人家了吧？胡说八道！您真讨厌他，昨天怎么没反抗，任凭他搂着，分明动了心。他这个人有时候挺气人的，但有时候又觉得他挺可靠的。我不知道。在下陆家执事陆明，敢问阁下可是天牢御司陈然？是我。我家少爷陆豫州自昨晚失联，查到他最后与陈大人、林大人见过面。陈大人可知我家少爷去向？陆少爷去哪儿了？我怎么知道？昨晚见过一面，聊几句就分开了。
事关重大，还请陈大人随我们去茶楼，配合调查。行吧，丑话说前头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问了也白问。想确认对一个人动没动心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见他一面。若看到他时心跳加速，手心出汗，那就是真喜欢上了。真的是错觉吗？那就是错觉呗。那就是错觉呗。小姐您堂堂京城名捕，怎么一遇感情就婆婆妈妈了？你说的对，我这就去找他。还说没动心，林府怕是要办喜事喽。您说陈御司啊，一炷香前他跟几个人走了，好像是陆家的人。往哪个方向去了？陆家真是好大的胆子！太好了，无内伤，无中毒，静脉正常。什么？你想多了。陆玉州失踪了，陆家来例行询问，问清就走了。还有就是我怀孕了，还给我拍卖。我只是检查你有没有受伤，你是因我才得罪陆玉州，出了事我过意不去。哦，原来这样，我还以为林捕官是专门来关心我呢。我还有案子要查，先走了。女人心，海底针。陆家人真那么好说话？当然不是。刚刚我在他们的脑海里插入一个念头，那就是我只是个普通御司，与陆玉州失踪毫无关系。能动嘴解决的绝不动手，能暗中解决的绝不暴露实力。嘿嘿，这就是苟着的好处，东北话叫把握。你镇守天牢1天，获得1年功力。天书，给我加点。你这段时间修炼有成，千压乱葬大成，千压乱葬圆满。圆满，比大成强了数倍不止。师姐，这就是江湖人吗？看着都挺斯文的。别被骗了，这些人最会逢场作戏，千万别轻信。那个人怪怪的。原来是他，远东剑八大，天牢遇见陈然，据说是京城名捕林婉的心上人。
来份报纸。要是让林婉看到这画，能提刀把报馆平了。陈副队，您可算来了。那个今早的报纸是真的吗？牛，那可是出了名的冰山美人，您到底怎么拿下的？传授2招呗。长得俊，算不算？怎么，不信？信，陈副队这相貌，潘安在世，玉树临风。挡箭牌的身份，不用白不用。怎么回事？地龙翻身了！那个方向是武斗会。就这点能耐，也敢来撒野？火药很普通，但分量极大，能悄无声息运进来，准确引爆，背后必有严密组织。红莲魔教是他们动的手，炸武斗会不是为破坏，是幌子，引开京城所有防卫。他们真正的目标是什么？圣女这是在等谁？武斗会那边已得手，秘藏也确认了，按理该撤了。闭嘴！圣女的心思岂是你我能揣测的？坏了圣女大事，你几个脑袋够砍？许久未见，你居然又回了京城。那也是托某人的福才出了京城。这人没见过，居然能让圣女专门等待。喂，这人你看得出深浅不？气息内敛，脚步沉稳，怎么一点真气波动都没有？我也看不懂。我与身旁教众皆是归真境大能，江湖上绝对排得上号。可眼前之人，我却探不透斗力深浅。能做到这一步的，要么是隐匿行家，要么实力远超我们。林中藏着不下10名宁鞘境武者，还有几道真气如烈火的归真境强者。不过对我来说都是洒洒水了。来了这么多强者，你们大部队都到了，准备突袭京城。尝尝月灵茶，养神魂，稳心境。好茶。我以皇室秘药溶于血脉，短时间拔高2个境界，本以为这次至少能与陈然持平，可现在看来，我好像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你这段时日实力提升了许多。那是自然，
我们魔教的手段可不是你能想象的。是吗？不行，我还是得探探陈然的底。翻云掌！实力有长进，可惜还差点火候。翻云掌的威力我再清楚不过，同境界应接也得震碎心脉。可这面具男竟能轻描淡写单手接住，这怎么可能？住手！都给我退下！试探我还嫩了点儿。你这人一点不懂怜香惜玉。哼！我那一掌拍过去，如同拍在万丈铁山上。陈然连真气都没动，仅凭肉身就震得我气血翻涌。这怪物到底什么境界？归真境还是更高？城里那场连环爆炸是你弄出的动静吧？不错，武斗会是个好幌子，朝廷目光全被吸引。现在的京城内部空虚得很。所以呢，大半夜叫我来荒郊野尾，不是让我喝个茶吧？我来开启皇室的秘藏，秘藏就在京城地底，开启需要我的皇室血脉做钥匙。我需要你帮忙。帮你可以，我能得到什么？秘藏里的资源分你1/4。不够，风险太大。那可是前朝100年底蕴，你都没兴趣？没兴趣？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？没错，就凭你们这几个人，也敢想深入皇城，简直就是找死。我终于明白大魏朝廷为何对红莲魔教如此不屑。魔教连一位宗师都拿不出，真打起来，未到皇宫就会被宫内宗师斩首。倒也不需要你随我进去，只需你帮我打个掩护，这样总可以吧？计划可以帮，要求不变。可以，秘藏结果出来，让你先挑选。这几日让你们的人收敛点儿，武斗大会被你们破坏，京城起码戒严几日。当然。这速度也太快了吧！这货到底什么时候修炼了这门高明身法？从一个小玉藏到现在，这才多久啊？真是怪物！圣女，今天这人用不用调查一番？不用，他是很重要的一环，接下来的计划都需要他，现在也该蛰伏起来了。前朝秘藏，秘藏就在城南铜锣巷口，离六扇门只1里。要引开六扇门，把林婉引出去，还是有极高概率成功的。就是不知道秘藏里会不会有古籍记载的，如仙人般的手段。陈大人，牢中来了个特殊犯人，请您过目。什么情况？你正在巡视天牢，镇守囚犯中，你的参与度获得了提升。身为御监后，我管辖的手下也被笼罩进自己的范围，即便不亲自审讯，手下御司的监管也能计入我的一份功劳。照这进度，或许有一日我不在天牢，也能获得奖励。这几日牢中可有异动？回大人，天牢一切安好，除了新来的几名囚犯有些不服管教。大人，血煞狂刀就在这里，这犯人凶，已经贴上了镇魂符。镇魂符，镇魂符可是司天剑阵法师的手段，被贴上者昏昏欲睡，精神萎靡，提不起反抗意志，比严刑逼供更有效，一度成天牢土真剂。此符炼制极珍贵，耗材巨大，只在关键时刻用，连4层甲子号囚犯也少有人经历。
他犯了什么事？这石太初被称血煞狂刀，坠入魔道后发疯屠了京城的大户人家，被六扇门金部带回。别跟我这些无聊的把戏。大魏动荡，严刑逼供、虚假供词、随意安罪的黑幕多的是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动过手脚啊？凡坠入魔道的囚犯，罪孽值起码高起步，甚至深重。可这石太初，罪孽值竟只有中，至少说明他不是卷宗上那么简单。怎么，你也想把我糊弄过去？大人，这血煞狂刀，属下确实听过些传闻，但没有实质报道。说来听听。10年前，京城几百里外的小镇出了个武道天才，家境贫寒，却5年练成炼体前3境。小镇集资托举他入京，给一户大户人家当护卫。10年后，他却堕入魔道，修炼嗜血刀法，将那大户人家屠了满门，被六扇门金章捕快联手镇压，封入天牢。陈大人，我还听闻那大户人家在坊间名声不太好，被屠后不少平民还拍手叫好。你做得不错。大人，这犯人如何处置？先让他静会儿，符箓效果稳定后，我亲自来审。卷总写石太初坠魔失血滥杀无辜，可天书罪孽值只有中。一个屠满门的魔头，罪孽值怎会只中等？看来这人身上确实藏了不少秘密。我都懒得伸张正义了，大魏的烂账太多，我一个小狱官操心这些做什么？不过这石太初身上，或许能竟给我带来很多奖励。一般囚犯根本没有这个栏位能出现，就证明此人隐藏了不少秘密。第一次心愿满足是鬼手，爆出了敛息术与归息术；第2次花雨楼杀手，爆出琉璃金身功；第3次就不知道是什么了。一个能屠灭大户人家，还能在六扇门金章补强联合围猎下撑过几招的4品巅峰高手，身上的羊毛绝对不少。等镇魂符教力过去，我得亲自去探探底。这丹药的味道好难吃啊！哟，陈芋头，今儿起得早啊！早，今天得多来点儿。昨晚突破归真境中期，肉身蜕变消耗大量气血，我得去大吃特吃补充能量了。老板，先来10只烧鸡。这么多，能吃得完吗？10只烧鸡马上来。我操，这店铺老板仙气飘飘啊！10只烧鸡马上来。这位客官还真是能吃啊！再来10屉肉包子，2斤酱牛肉，再来3碗豆浆。好嘞。不用找了，多谢客官。听说凶手身高8尺，青面獠牙。我听闻蛮族边境又有异象，起了摩擦，
一个仗势欺人的吴家被灭门，在京城这潭深水里，连个水花都算不上。陈大人，甲字号那个新犯人醒了，刚醒不久，看着虚弱，一句话也不说。走去看看，我倒要审审这名震京城的灭门狂徒，骨头到底有多硬。您早进巅峰武者，生命力还真是顽强了。琵琶骨被穿透，竟依旧不死。时太初，大人问你话呢！慢着！吴家上下73口，连条狗都没留。卷宗说你走火入魔，嗜血成形，但我看你的眼睛很清醒，能扛过镇魂符的囚犯不多见。清醒又如何？疯魔又如何？人是我杀的，我认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我不管你为什么杀人，我问你答，你为何要屠戮吴家全族？看他们不爽。好，不过我听说吴家老二昨晚碰巧去了文心堂，逃过一劫。吴家老二，他没死，他去了哪里？妖的破绽已然出现，想让他死，告诉我你到底为什么动手？在魔音催动下，那些被他刻意尘封、最不愿回想的记忆，如决堤洪水汹涌而出。我出身乡野，武道天赋极高，有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妻。成年后，我入京，拜入吴家当护卫，拼命攒钱，把未婚妻接来京城。可吴家二少爷看上了他，强行非礼，性子刚烈的未婚妻宁死不从，撞柱而死。吴家为掩丑闻，更为留住这个天才护卫，将尸体沉入临江，编谎说他被高人带去文心堂修习，每月还伪造信。我被蒙在鼓里10年，继续为杀妻仇人卖命。直到前几日，我在吴家嫡系最后胡言中得知真相，那时我信仰崩塌，当场坠魔，屠戮吴家满门，却独独没见到那罪魁祸首，随即被6扇门镇压。在这妖魔乱世，人命比草贱，豪门欺压底层的戏码每天都在上演。我不是救世主，没兴趣主持公道，可这时我听得心中实在堵得慌。囚犯时太初，境界4品凝窍境巅峰，状态重伤，走火入魔，心愿手刃仇人吴家老二。介绍：曾经的天才武者，现已走火入魔，坠入魔道，解开他的执念，即可获得隐藏功法盗魂血煞刀。就连你也看不下去了吗？杀了我！看好他。是。哎呦，这不是陈玉坚吗？陈兄弟，久仰大名啊！陈大人，这几位是6扇门的大人，奉命提审石太初。林捕头，这几天为吴家案子连轴转，审讯粗活交给我们就行。天劳阴气重，您在外面歇着吧。陈然，你跟我出来一趟。
好。吴家的案子很棘手。吴家73口近乎一夜被屠，上面压得很紧。石太初一直不肯开口，案子卡在这里了。你呢？现在在天牢负责什么？刚升狱监，管着牢房，平时巡视一圈，没什么大事。回想之前那些狱司的态度，看来现在陈然的身份地位，显然已不同于往日那个任人欺凌的小狱卒了。武道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你现在虽安稳，也不能懈怠。林捕头教训的是，我一定痛改前非，发愤图强。这样吧，只要你能突破到6品，我就给你一个奖励。什么奖励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这位公子，给尊夫人买盒胭脂吧。上好的海棠红和桃花粉，配尊夫人这般天仙容貌，再合适不过。大娘好眼力，不过我家夫人天生丽质，用不着这些俗物。公子真会说话，尊夫人好服气。这是上次在珠宝阁买的白玉簪，一直没找到合适机会送出去，现在正好给他。这是上次路过首饰铺，顺手买的，觉得挺适合你。别动。很漂亮。哎呦，真是郎才女貌啊！那不是六扇门的林神谷吗？旁边那位就是他的意中人，报传言是真的。我还有案子要处理，改日再聊。听说到了狱监就能查看天牢第5层、第4层都有沈继玄这样的隐藏囚犯，第5层最低估计都是归真境的囚犯。这些天我每日给沈继玄送饭，交流几句，可参与度提升缓慢。沈继玄虽坠落至归真境，却是货真价实的先天境大能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想爆出全部奖励难度极高。不急，实在不行等突破到先天再动手比较稳妥。以我的眼力，已能看出温若虚瓶颈松动，距离突破3品归真境只差临门一脚。不到30岁便到归真境，这个别人眼中只会贪玩的顽兔，恐怕是4大世家年轻一辈中境界最高的。陈兄，几日不见，你这官威越来越重了啊！温玉司，见了本官还不行礼，信不信治你个大不敬，罚你去扫茅厕？堂堂4大世家的温家，总不能被林家的驸马爷比下去吧？回头我也得找家里弄个官职。审讯怎么样？那石太初嘴硬得很，6扇门轮番上阵，什么刑具都用了，没撬出半点线索。上面等不及了，吴家满门被灭，影响太恶劣。6扇门决定几天后公开提审，不出意外直接处决，以儆效尤。此次多谢陈兄援手。过几天
你就要被提审了，后悔吗？我这辈子唯一后悔的，就是没能亲手宰了吴家老二那个畜生。我恨自己瞎了眼，给仇人卖命这么多年。吴家满门被灭，唯独跑了吴家老二。你觉得他会放过看你人头落地的机会吗？那日，吴家老二应该也会来。回来，回来。这石太初以前是吴家护卫统领，吴家逼死了他未婚妻，硬生生把大好青年逼得走火入魔。哼，可怜什么？他杀了吴家73口，连满月孩子都没放过，该千刀万剐。我能清晰地感知到，在那残破躯壳下正蛰伏着一股极其恐怖的杀气，如即将喷发的火山，只是在等一个契机。大人啊，这畜生杀了我全家老小，连满月侄儿都没放过，求大人将这魔头千刀万剐。午时3刻已到，行刑！一家人要整整齐齐，少了个人，那就送你一起上路。我的身体不受控制了。死！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小雅，我来陪你了，谢谢。检测到囚犯石太初心愿已结，自主断绝气脉，现在开始结算奖励。综合评价：你此次的参与度为高，奖励结算中。石太初，这结局算是你想要的吗？阁下真当我六扇门眼瞎吗？就这？是圣宗部出手了，对面是归真境。我这一爪用了8成力道，本以为能轻松拿下这藏头陆爷的鼠辈，却没想到对方只是随手一拳就能将我击退。你到底是谁？敢在京城这般行事，想必也不是无名之辈。六扇门还是有几个高手的。山君，是他。
想走没那么容易，拿下他！想抓我，再练100年吧。追！关城门，结阵阻拦，弓箭手准备。滚！哈哈哈哈！多谢诸位让路。人呢？几百号人拦不住一个人。跑了！林捕头，真不怪兄弟们啊！可恶！向大人，属下无能让人跑了，不过已认出那人身份，正是江湖上销声匿迹的通缉犯珊瑚。宗部大人，向南可是6扇门顶梁柱之一，仅与对方交手几步，竟受了这么重的伤。刚才那一拳不仅力量奇大，真气中还夹着一股极阴寒的煞气，宛若噬骨之毒。若非我当机立断，强行用气血逼出，整条手部都要废了。好一个珊瑚，好霸道的真气！传令下去，立刻更新珊瑚的通缉画像和实力评估。此人极度危险，实力绝非寻常归真境，警戒级别提至最高，立刻上报龙阙司。是。激动了！快躲开！枪要塌了！京城内地震可不多见，10几年一次都算频繁，可这次毫无预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不是地洞，龙脉出问题了，气运在泄漏。大魏立国数百年，有龙脉镇压国运，再大的动乱都翻不起浪花。可若龙脉泄露，这天就要塌了。立刻上报陛下，封锁观星楼，今日之事，谁敢泄露半字，诛九族！查清楚了吗？镇元不在城外，似乎来自地底深处，其他几大世家好像也不知情。龙脉悸动，京城的水终于要浑了。大魏皇室凭龙脉护身，压得各大世家喘不过气。如今龙脉出问题，皇室底气必然受损。对世家而言，这或许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收拢在外的人手，这段时间谁也不许惹事，暗中盯紧6扇门和镇魔司。
京城有护城大阵，寻常地洞波及不到，能引起这动静，绝非自然现象。囚犯石太初已死亡，奖励结算中。基于你的参与度，获得奖励盗魂血煞刀。好霸道的刀法！盗魂血煞刀是石太冲早年从一座山洞所得的魔功。核心不在物理杀伤，专攻神魂。杀人时强行夺取对方神魂碎片，经煞气炼化，剔除杂质怨念，化作最纯粹的精神力量，反哺自身。原来如此，石太初修了这门淬炼神魂的魔功，神魂远超铜镜，所以能在镇魂符压制下保持清醒。我先前的肉身经琉璃金身诀多次强化，已强悍到匪夷所思，真气修为也远超同阶，唯独神魂缺乏专门修炼法门，遇到魔音门这类专攻神魂的攻击，很容易吃亏。如今这门盗魂血煞刀正好补其短板。杀人夺魂，淬炼识海，这功法确实够邪门。不过，功法没有正邪之分，只看用在谁手里。我身处天牢，最不缺该杀的死囚，那些穷凶极恶的犯人，正好用来当淬炼神魂的养料，废物利用也算替天行道。能修此功，那石窟死者背景恐怕不简单。古州山，有时间去看看。昨儿法场的囚犯挣脱了枷锁，把吴家最后独苗活生生捏碎了脑袋。活该，吴家欺男霸女，坏事做尽，遭报应了。哪里怎么这么多人？去看看。万两黄金，他上次还只是地榜前百，今日居然攀升到榜首。地榜第一，没想到我这马甲直接空降榜首。可惜这赏金我自己领不到。山君干的惊天大案，关我御监陈然什么事？石太初死了，吴家也灭了，你的仇算是报了。这江水之下，不知埋藏了多少像他一样被世家权贵逼死、含冤而亡的无辜尸骨。大魏的盛世表面烈火烹油，实则早已烂到骨子里。权贵视人命如草芥，底层如蝼蚁，任人践踏。这吃人的世道，没有道理可讲，没有公平可言，唯有绝对的力量，才能保证自己不沦为江底枯骨。弱肉强食才是这方世界的本质。想要平静的生活，必须要变得更强，直到这世上再无人能威胁到我。这是司天监的人吧？
一道需要一种叫灵觉诀的特殊天赋，拥有者万中无一。不知道我有没有这玩意儿？囚犯梁涛，境界通脉境巅峰，罪孽深重。这人是个采花贼，犯的是奸杀之罪，手里沾了10几条人命。就是你了。新来的，懂不懂规矩？赶紧弄点酒肉来伺候大爷！看什么看？来啊，往大爷这儿砍！你今天砍不死我，你就是我孙子！我就不信这小狱卒敢在天牢私自杀人。天牢规矩森严，无故杀囚是死罪。什么声音？你施展盗魂血煞刀斩杀乙字号死囚，参与度结算，获得奖励3个月功力。血煞刀是灵，吞服神魂，你的魂力得到了提升。这盗魂血煞刀果然霸道，不仅斩肉身，还能直接夺神魂。不知道这天牢里还有多少死囚够我砍的。一直跌下去，就算我不会淬炼神魂的功法，神魂也会比同阶强大数倍。天道酬勤，天赋不够，唯有勤勉破局。想当初，我还是个吃不饱饭、体弱多病的狱卒，我陈然能走到现在，全靠一步步努力。哼，去处理一下。是，大人。这陈大人真是恐怖如斯啊！陈兄，许久未见，最近可好？怎么是你值班？我新官上任第1天，体恤下属，给狱司放了半天假。这6品狱监衣料就是不一样，在这阴冷煞气的地方一点也不寒冷。4大世家的底蕴确实不简单啊！前几天这小子还在狱司位置摸鱼，转眼就跨过门槛提拔成6品狱监，跟我平起平坐了。陈兄，你反应不对啊，不该震惊拱手道贺吗？咱俩现在同级，以后温某罩着你。滚一边去，跟你们这群拼爹的没共同语言。胡三刀曾为抢地盘，将对头满门70余口屠戮殆尽，连满月婴儿放过。入天牢后，更是咬死过靠近送饭的狱卒，罪孽深重。你想干什么？刀光是灵吞了神魂，你魂力得到了提升。第3个了。神魂的提升果然妙用无穷。这功法绝对不止这么简单，不周山那洞窟，定要去考察一番。宿主陈然，修为归真境中期，累积功力270年，可调用功力20年。
加点。这就是踏雪无痕大成吧？你最新修炼功法20年，若有所感，对功法的掌握炉火纯青。恭喜你的功法晋升，踏雪无痕大成，踏雪无痕圆满。这速度也太快了！以我现在的速度配合横练功夫，就算遇上先天境高手打不过，跑路也没问题。天罡门武招会，我为他们举捧佛山武德会5万。客官，您的茶淡了，小店给您添点新茶。终于来了吗？之前江梦离许诺开启秘藏后通知我，信物送达，说明魔教那边准备就绪了。小姐，这簪子是陈大人送的吧？结发寿长生，这可是定情信物啊！陈大人肯定心悦于您。哎呀，好小姐，您怎么能跑呢？这男人得趁热打铁，您现在就去找他，给他个出其不意。陈然在哪里？陈副队今日没来。他差事主要在天牢，平时不怎么来点卯，属下也不知他都在哪儿待着。陈大人向来独来独往。不在。陈大人升御监后，班次向来随意，去哪儿也不登记在我们这儿。奇怪，他到底去哪里了？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对陈然一点也不了解，他的为人、生平、朋友，全都如一层迷雾笼罩。这几个月来，他的行踪总是飘忽不定，看似规律，实则无迹可追。陈然，你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这里还挺深。按血种的感知，这里应该是红莲魔教的一处隐秘据点。你们倒是胆子挺大，在京城内还藏了这么一手。京城没你想的那么稳固，只要我魔教想入侵，还没能防住的地方。走吧，
你想要的就在这里。这是皇室特有的玄机匣，只有拥有皇室血脉的人动用真气才能触发解锁。机关术？对，我皇室当年为防意外，招来天下有名的机关师，铸造许多物品。玄机盒便是其一，不需阵纹催动，便可自动检测使用者气息。这些都是秘藏中的东西，不过我想你对药材应该不特别感兴趣，这个东西你应该会感兴趣。修炼前需焚香沐浴，放松神念，气沉丹田。这是功法？什么功法？既然你选了这个，我们的交易也就算完成了。怎么？你想就这么走了？你要干嘛？我倒是好奇，这皇室血脉跟普通人有什么区别？我全力出手的招式，在面对此人时竟脆弱不堪。我叫长老就在周围，你别乱来！哦，你们的长老就在周围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放开我！果然，我之前的感觉没错，是因为前几日那场地洞吗？他在秘藏里获得了什么？陈然，你干嘛呀？弄疼人家了！陈然这是在吸纳我的血脉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江梦洛血中不仅富有浓厚气血，更蕴含一股极精纯玄妙的力量，这就是皇室血脉吧？皇室血脉，对我这修化血波法的人来说，现在的他简直是一株行走的人形大药。好人静心中。你身上的变化是怎么回事？你应该懂我意思。那场地洞是我进入秘藏核心区域时引发的。大周皇室的阵法与皇城地脉相连，我动用皇室血脉开启传承，触动了地脉。传闻皇室战龙脉龙气护体，可加快修身至改善资质。那股气脉，莫不是龙气？若真如此，大魏龙脉已溃败许多，连龙气都能被外人窃取了。我也不知具体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那日地洞后修炼速度远超常人。陈然，你实力深不可测，若愿加入圣教，助我一臂之力。没兴趣，
不过你身上有龙气缠绕，或许冥冥之中已经证明了未来。那你为何不跟随大师，随我攻入皇城，斩了那狗皇帝？如果真到了那一天，我会出手。大人，我们从泸州来交易果蔬，这是泸州特产水果，您带回去尝尝。行，小李，放他们过去。师兄，这京城怎么还有这般恶习？师妹，你出京次数少，多来就好。快开城门，让大人过去！让开！都让开！是斩妖队，刚从城外猎杀妖兽回来，杀气挺重。这妖兽一看就无比凶悍啊！看来这些妖兽的气息与我在天牢下层感受到的妖魔气息同出一源，只是多了些狂躁混乱。又拉来一批妖兽，看来要被关进天牢。引天地之源，聚万物之气，汇于丹田。这字迹每个都看得懂，但连在一起却不懂是何意。修炼第一步便需在天地间寻找、感悟元气，可老子感知了半天，除了差点将周围几丈空气吸干，也没体会到那天地之源分毫啊。不过东西应该是真的，只是以我的悟性看不懂罢了。他喵的！镇狱天书出来！特制天宫助武，解析功力如海，可助万法。宿主可调用功力直接灌注于武学功法之中，强行提升功法境界，补全修炼技艺。沈金玄，那就再去看看他。此子身上的气血，竟好似修炼了上百年的顶级高手，可他分明还如此年轻啊！这人果然不简单。你来了，几日未见，你的变化很大。沈前辈，晚辈运气好，得上司赏识罢了。今日来是有一事请教，前辈何为天地之源？你从何处听来这个词？偶然在一本古籍上看到的。天地之源，你可知这世上为何再无宗师之上的修士？为何？因为这片天地早就死了。
早在数千年前，天地之源便已彻底绝迹。没有天地之源，便无法沟通天地，吸取凡胎浊气。天子决定功法通天，也只能困死在这樊笼之中。老夫当年自创冥魂心经，舍弃肉身专修神魂，就是想绕开这限制。可神魂再强，终究是无根之木，没有肉身做载体，难渡瓶颈。老夫被困千天境巅峰数百年，眼睁睁看着寿元耗尽，境界跌落。你得到的恐怕是一门上古功法吧？在这末法时代，那东西跟废纸没什么区别。天地之源绝迹，宗室之上再无境界。这老怪物3分真7分假，若天地之源真彻底绝迹，前朝皇室为何还要将这门功法郑重藏在秘藏之中？多谢前辈解惑。小子，你既能接触到记载天地之源的古籍，说明机缘不浅。老夫这里倒有一门不需天地之源也能突破宗师的机会。不必了，晚辈资质愚蠢，怕是无福消受前辈的绝世法门。既然来了，那就别走了。果然还是向我出手了吗？那就来吧。这就是隐世高手的攻击吗？沈前辈，你这是何意？好，好，好！果然，老夫没有看错你。此子能硬扛我那一击，居然毫发无伤，这等肉身强度骇人听闻。若这般气血如龙的肉身，再配合我历经100年打磨的强大神魂，你有如此天赋实力，藏在天牢当狱卒太浪费了。不如跟老夫去追寻武道尽头如何？无论什么皇室王朝，都会烟消云散。只有实力可立于高天之上，荣华富贵皆可享受。跟你妹啊！你，太完美了！你这具肉身简直是天地间最完美的容器。那纯粹的力量，毫无瑕疵的肉身，如渊似海的恐怖气血。我若能夺舍占据你这具身体，不仅能重回巅峰，甚至有望窥探那传说中虚无缥缈的至高境界。我操，这就死了？不对，这老家伙还活着！这是神魂显化，已经近乎仙术了。沈极玄现在的气息，沈极玄气一丝明显比之前暴涨数倍不止，看来这是动了杀心了。能成为老夫重等等大道的一份子，是你的荣幸。这具身体，老夫收下了。范兄，实在不行认输吧。
输给堂堂刑律部部长不丢人。人老了，下不过你了。最近京城震荡，我在朝廷上隐隐听到些不好的风声。自上任典狱长辞职，天牢群龙无首。我作为仅剩的副典狱长牢内二把手，今生本该板上钉钉，却因朝廷流言一拖再拖。他娘的！朝廷那些传言毕竟是传言，我听说圣上已经苏醒，又吩咐了新命令，等处理完传言，你晋升是板上钉钉。朝廷的事谁说得准？光这几个月，从那边送来的官员比过去3年还多。斩妖司那头妖兽爆体了，龙雀堂的人也开始查贪腐了。那股动静来自天牢，错不了，如此强的气息，是有哪位前辈在镇狱司出手？通知林大人，我去看看情况。归真境，弱冠之年的归真境，这怎么可能？你还活着？幽冥心经的夺舍秘术每隔数十年冷却一次。我此前已夺舍5次，无一例外，都靠神魂力量碾碎对面的精神之海。可今年，这陈然却有些不一样。小子，你神魂力量也不弱，不如我们联合起来。你天资绝顶，配上我的神魂，不出20年便可问鼎宗师。沈前辈，我看你还是自求多福吧。翻云掌！放弃吧，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继续打下去也是这般。这小子怎么有取之不尽的真气，而且身体也无坚不摧，这怎么打呀？我们联手推翻天下，主宰王朝，各退一步如何？哼，各退一步，我看不如让我吞了你，作为修行路上的资饷。盗魂血煞刀！你这是什么功法？斩你的功法！沈继轩，你倒是命硬。还没死，那就先把你困住好了。
这次失算了，等出去后，我迟早连本带利报复回来。陈然，此仇不报，我沈继玄神魂不散！沈前辈，这里可不是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。你这是什么气势？罢了，老夫输得不冤。检测到囚犯沈继玄已死亡，现在结算参与度。你成功镇压上古七道修士神魂，获得奖励20年功力，获得奖励沈继玄的神魂之力，获得奖励银魂心经小成。先消化一下魂力为妙。这番收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。如果说之前我的精神之海只是一片湖泊，现如今就真的如同汪洋一般。吞灭沈继玄的魂力后，我的神魂力量径直越过归真境。在神魂一道上，我就已经堪比先天境武者了，而这还是未动用天网加持下的感知。若搭配上那效果，沈前辈，一路走好，化为镇狱天书的养料，滋养我吧。吸引了这么多人，不太好脱身。既然要整，就整个大的。光一个沈金玄死了太显眼，看来我得多找几个倒霉蛋。我操！我看见了什么？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？各位不要怪我，你们本就是戴罪之身，死了也就死了吧。这股气息，绝非寻常魔修所能拥有。范老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越狱，更像是有人在这实验某种禁忌功法。谁是这里的负责人？骑兵总队，天牢4层暴动，邪气外泄，恐有不测。神秘出手者在此地缠斗过一段时间，最后为何没真正打起来？
精铁材质坚硬，远超普通材料数倍，是横练高手所为。这和御剑来了，御剑也来了。陈兄，这阵仗可不小，你有什么看法？不知道。这白发男是斩妖队的人吗？全场也只有他的气息足够危险，我得小心点了。怎么样，有发现吗？沈志玄就算有借尸还魂本领，能读取记忆代替样貌，但至究神魂本源不同。现在这里所有人神魂兼具，不像被夺舍的样子。今夜有犯人试图越狱，已被击毙，各层加强戒备，提高警惕。看来镇狱司打算把这事压下来。毕竟堂堂天牢被人在眼皮底下砸了，传出去不好听。沈敬玄这种魔头差点跑了，更会让京城炸锅。看来老天爷还是照顾我啊！嘿嘿。林兄，这人我感觉有些不同。怎么了，夏安？没事。就是看这位有些面生。这是天牢新晋狱监陈然，这位是斩妖队总队夏大人。看见朝廷3品大官，寻常狱监见到多半得抖3抖，可这青年态度平静之极，不错，修为不错，保持住。不用管他，继续走。你隐藏了什么？我确实隐藏了秘密。我为谋武学进步与囚犯勾结，趁机从他们身上掠夺功法。思思，这是内息境巅峰。顾灵真是19，根骨怎么这么差？你既没背景也无丹药，是如何几年内突破到内息境的？就是时不时找囚犯要点武学，学着学着就会了。铁身诀、鹰爪功、寒星刺，马马虎虎，粗糙不堪。等过几日，我带你去武库挑几本，别让人以为我林家供不起个功法。我击杀的宁峭境囚犯身上没什么好货。胜在基础功力给的多，加上斩杀沈顿玄的20年功力，光这一趟就收割近35年功力。看来还得找高境界的武者，才能满足需求。贾子浩这些犯人加起来，还没沈振玄一人给的多。镇狱天书，给我破！归真境后期，30多年功力放在之前，起码能上升一个大境界。可随境界提高，如今只能突破一个小境界了。流水不争先，这个速度也够用了。现在我来练练命魂进经是什么功法。
这紫色火焰覆盖全身，我竟然没有感觉到灼烧感，甚至周围的物品也没有受到影响，还真是神奇啊！这算什么子弹时代？冥魂心经小成后，觉醒第一层效果，明眼。明眼乃神魂出行能力，既能观气观形，看破肉身破绽，可预判对手拳脚兵器招式。只是一会儿，消耗的魂力竟如此恐怖，看来这一招还不是随便用的。我现在要看看沈真玄这老怪物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。沈继玄出生于前朝大周，一个顶级武学世家。10岁打通武道前3境，20岁行冠礼，便至宁窍境，24岁归真境，30岁迈入先天，成为大周历史上最年轻的先天武者。可一次翻阅家族武谱，他意外发现一门上古功法。按上古修炼方式，武者迈入先天后能打通天地之桥，作为突破更高境界的铺垫。但这世间天地之源已绝迹，宗师天赋绝顶突破宗师，也只会陷入再无可胜、寿元耗尽的绝境。所以一心想要登顶巅峰的沈继玄疯了，他不信自己有如此高的天赋，竟会在数百年后困于境界作化而死。直到他获得冥魂心机，本以为这一切都会改变，可结果却依然无法突破屏障。为求突破，他只好修炼魔道功法，将神魂引入天地之桥。神魂与身躯本一体，很顺利就成了他与天地之间的桥梁。可代价是，神魂占据了天地之桥的位置，此后无论如何修行都无法突破宗师。境界定死，神魂趋于稳定。若想追寻最高境界，便只能通过魔道抽魂提升魂力。于是沈继玄踏上不归路，大肆屠杀平民取神魄，最后犯下滔天血案，引宗师亲自下场镇压，关入天牢。弃道，弃道，便是放弃大道。如果不是碰上我，他恐怕还真能继续存活下去，直至神魂寿元灭亡而死。明眼消耗神魂本源之力，平日使用还好，可休养恢复。大肆使用神魂受损就糟了。我还没达到先天，却靠天书灌溉直接掌握了冥魂金经，这算越级修炼吗？姓名陈然，累积功力302年，可调用功力36年。功法冥魂心经小成，道魂血煞刀圆满，翻云掌圆满。已消耗1年功力，你对功法冥魂心经熟练度得到了提升。这是要给我再创一个天地之桥，也就是说，别人只有1个，而我有2个，倒也不用放弃大道。别人修炼的缺陷功法，又岂会拦住我的天书？朕与天书，给我加点儿。这冥魂心经确实强悍，也确实难以修炼，足足35年时间，竟还未至大成。不过对我而言，时间是最不值钱的消耗品。先别去天牢值班了，跟我来一趟。
婉儿那丫头整天在我嘴边念叨你，你悟性不错，以后不用去跟囚犯套功法，来我林家武库挑几门像样的武学。你既是婉儿的人，出门在外代表林家脸面，用的武学太寒酸，丢的是我们林家的人。多谢林大哥栽培。这波软饭不吃白不吃，进去随便挑2本冲门面，免得以后出手总暴露底牌。这不是那个陈然吗？他怎么会在这里，还跟在二少爷身边？进去吧，我在外面等你，只能在1层和2层挑选，时间半个时辰。对普通6品仇者，这是梦寐以求的宝库，但对我吸引力却不大。不过既然来装样子，那就随便拿2本花里胡哨、看起来厉害，实则没什么用的好了。小姐，慌慌张张成何体统？出什么事了？陈然，他怎么了？陈公子来了。他在哪儿？来干什么？就在外面，刚才去打水，正好看到他跟二少爷走在一起，去藏武阁了。哎呀，小姐你还愣着干嘛？陈公子都上门了，你这身官服怎么能去见人？快换下来！现在可是个好机会啊！难道你想穿着官服去跟陈公子谈情说爱？还没完呢，发髻重梳，这胭脂，放松点，别板脸，笑一笑，对，就这样。他看到我这个样子，会喜欢吗？既然来了，就上楼见一面吧。这衣服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穿的。前辈相邀，晚辈自然从命。你就是陈然？是我。不知前辈是？我叫林修，林婉的大哥。昨夜老二提起你，说你根骨差些，但天赋悟行惊人，光在天牢一个人就能修炼到如此境界。今日一见，老二倒难得没夸大。陈然，你对婉儿在6扇门当差，以及现在的镇魔司，有什么看法？林大哥说笑了，我只是天牢一个小狱监，拿俸禄混口饭吃，家国大事哪是我敢妄自非议的。你倒滑头，不过这里没外人，你既是婉儿的心上人，未来就是一家人。有什么话但说无妨。既然林大哥问了，我就斗胆说2句。我常年待在天牢，这2年被抓进来的流民和江湖散客越来越多，外城乞丐也比前些年多了1倍不止。大魏的底子似乎变薄了，未来10年，这天下恐怕不会太平。好一个大魏代底子变薄了！陈然，按你的推测，若这大魏真陷入动乱，你觉得我林家还需要像现在这般做个安分守己的臣子吗？若真有那一天，
我自然是站在婉儿这边，站在林家这边。别紧张，只是个玩笑。我林家世代忠良，岂会做那等大逆不道之事？还真是个老狐狸，谁家忠良会拿造反开玩笑？老二说你用的武学太杂乱，品级也低，这门剑法你拿去练吧。以你的天赋，不练点好东西确实可惜了。楼下那些破铜烂铁你就不用练了，这是我林家家传绝学，虽然只是上半部，也足够你参悟很久。拿着吧，就当我这个做大哥的给你的见面礼。这可是真正的绝学，有镇御天书的推演，哪怕只有半步，只要功力够了，估计也能慢慢补全。多谢林大哥。之后有什么不懂的，都可以来问我。去吧，老二应该在外面等齐了。这林家的府邸还真是大的离谱。这老货怎么会带着圣旨来林府？咱家看着林家还能嚣张到几时？这次突然下令增收家族税，这4大世家若心中有数，就该提早同意。干爹说的是。哼，皇上最近身体有恙，朝堂上的事大半落在内阁那几位大人手里，这第一把火就烧到了世家头上。林家若不同意，以后的日子难熬喽。内阁发难，增收家族税，专门针对4大世家。难怪刚才林修会说出那种大逆不道的话。这大魏朝堂是真的要起风了。陈然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林婉，怎么认不出来了？认得出，只是先想到你穿裙子这么好看。你在胡说什么？就是觉得你今天有点不一样，平时总板着脸生人勿近，今天倒是有点小女儿家的样子了。你刚才在这里干什么？鬼鬼祟祟的。被你二哥扔下了，找不到出去的路。林府实在太大。你今天特意打扮过了？没有啊，就是正常换了身衣服。陈然，你怎么突破了？不对，突破也没那么快的，你隐瞒境界了。这个说来话长。刚认识陈然时，他还只是个普通狱卒，却表现沉稳。想来那段时间他就隐瞒了境界，若不是这次被发现，不知还要瞒多久。上次我说过，你突破6品内息境的时候要给你一个奖励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那个奖励，我现在就给你。现在？
这是哪里？我的住处。你先在院子里等一下，我进去拿东西。这丫头还挺主动，能让婉儿动心的人确实不简单。陈然家族祖上3都是狱卒，却唯他一人突破到6品内息境，机缘绝对不小，身上肯定有隐秘机缘。在这动荡局势里，能尽快突破，有护身本领才是关键。这是……你平时穿的衣服太破旧了，我看着不舒服，就专门定做了一套新的给你。谁说不喜欢了？大小姐亲自定制的礼物，我怎会不喜欢？大小刚刚好，手艺不错。这里面有一层防护内胆，外表用的是妖兽皮革，就算刀砍火烧也很难留下痕迹。林大小姐这般厚礼，我可无力会到，只能以身相许了。我不是开玩笑的，我是认真的。如果你不愿意，那就当我没说过。反正之前说的挡箭牌也是真的，你不用有负担。别说话，让我想想。你答应了？不然呢？难道真让你当我没说过？世家大小姐能看上我，那可是祖坟上冒青烟的喜事。你这人真是让人拿你没办法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再哭眼睛都肿了。那我们现在算什么关系？京城那些人都知道你看上我了，现在不过是把假的变成真的而已。我的要求很简单，以后别总板着脸，多笑笑，笑起来挺好看的。别人看我，要么因为林家，要么因为容貌，但你不一样，你看我的时候，就好像在看一个正常人。放心，我不是坏人，至少对你不是。这是我林家的玉牌，展露它便能证明身份，以后遇到危险也可以展露。好。属下苍狼，奉家主之命，护卫陈公子周全。归真景巅峰，差半步就能置入先天。林家随手拨一个护卫，境界放到京城已是能独当一面的高手。行，身份我认了，但你不用时时刻刻跟着我，我平日行踪不定，你在暗处盯着就够了，不用贴着我。是。我现在要去天牢，你想跟就在外头等着，那地方不太欢迎外人。陈玉简。
哟，陈兄，你来了。几时进来的？昨天半夜送来的。4层那批犯人不是全死了吗？空下来的牢房，斩妖队说先凑合用着，把新捕获的妖兽先搁着。前段日子斩妖队押送一批妖兽进城，动静不小，多半就是这批了。囚犯焦煞狼，境界4阶巅峰，天赋无，罪孽值高，状态亢奋，敌意浓烈。生平北荒旱灵所出，侵吞同族开化灵智，寨群狼袭破3处村寨，世人无数，后被斩妖队围剿，重伤被俘。囚犯地灵蛇妖，境界4阶巅峰，罪孽值高，状态伏蛰，警戒生平出身南域泽畔，性本狡诈，伏击斩妖队斥候3人，后落入围剿，被缚入笼。天赋柔骨，有天赋，柔骨。这次运气不错，又从变妖兽身上找到一个天赋。要是能刷出来，陈兄，我去转一圈，这边交给你了。这2头妖兽处置结果还没下来，我倒是不着急。横竖他们跑不了，先把参与度慢慢刷起来。想要快速刷参与度，就得亲自审问、送饭、盘查，多做一些后勤工作。这4层牢笼刚重修完，比之前还硬。焦煞狼倒是个硬骨头。小狼，你有些不乖了。妖兽没有人的智商，但趋利避害是生物本能。修行到这地步，最起码知道什么东西惹不起。陈大人，上头有人要提审妖兽。这位是天牢的，我是这里的狱监，陈然。久仰，陈狱监在京城也算有些名气，没想到这么年轻。在下赵峰，斩妖队甲子队队正。来接这批妖兽的。正是。总共关了几头，方便带我们下去点一下数。